大家好，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这虎的老车。不知道大伙发现一个规律啊？今年但凡是以女主为切入点的古装剧，剧情几乎都必烂无疑。前有花荣，后有安乐传，最后又冒出来个七十吉祥让你看一看。反正你把这些剧放在一起，能不能比出谁好看来，我不知道。但要论比烂的话吧，那确实是各有千秋。不过呢，这些都不要紧，因为咱们今天吧又迎来了一部鬼扯的古装剧，那就是由虞书欣主演的这部《云之羽》。不过吧，咱有一说一啊，一开始我看这部剧的时候吧，我完全是被虞书欣更改戏路的表演所吸引了。反正别人看没看吐我不知道，对于他之前那种一成不变、乏善可陈的蠢萌套路，看了几回之后，内心早就没有波动了。而这回的《云之羽》呢，确实是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虞书欣，起码这回人家放下了偶像包袱，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角色刻画上了。无论从敬业程度还是尺度来讲，照之前的表演来说，确实有很大进步了。但是吧，这里我还要说一句但是。虽然说虞书欣这次让我看到了他更多戏路的可能性，但《云之羽》这剧的剧情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他的剧本呢，那就是蠢。可以说，无论虞书欣多么卖力的演，也无法扭转剧情上的槽点。这样，老车呢也不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先来说说他这里面的剧情。故事呢说的是当今江湖上存在着两个庞大的势力，一个呢是顶级的杀手组织吴风，控制着武林中的大半壁江山，可以说武林中其他门派都不敢与其作对。而另一波势力吧，名叫宫门，自成一派，终日生活在毒气围绕的山沟里，也很少掺和江湖里的这些烂事儿。当然，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清高，而是宫门的族人祖祖辈辈都在这山沟里守护着一个叫无量流火图的东西。据说谁要是拥有这玩意儿，就能称霸整个武林。至于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老车先不说，因为咱们这期也说不了那么远。应该说，就光前面的剧情就已经够观众喝一壶的了。咋回事呢？这吴风的掌门吧，也想要这个无量流火图，但他吧一直没有机会。之前自己派去宫门的间谍几乎都是有去无回，唯独在20年前宫门的掌门大婚选妻的时候，碰巧渗透进去一个间谍。老车这里也不卖关子了，这个间谍呢就是现任掌门的小妾。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吴风这边一看通过宫门掌门选妻就能进行渗透，于是就在民间找了一些有双胞胎的或者有新生儿的门派大户，用胁迫的手段把他们的孩子掳掠到吴风总部，然后从小就把他们培养成杀手。最后吴风这边再借着这些妹子门派大户的身份，把他们送到宫门那边给新任掌门选妻，以此来达到渗透宫门的目的。这不，今年正好20年已过，宫门这边的少掌门呢也成年了，也到了海选妃子的时候了。于是咱们女主云衬衫就登场了，吴风这边呢就派她顶替了他双胞胎的妹妹，嫁到了宫门。当然这吴风吧不光就安插了女主一个间谍，在这新娘堆里吧还安插了好几个，有什么掌门家的独生女，还有从小被家里故意偷摸送去吴风培养的门派大小姐。至于为什么这些门派都听吴风的呢？那是因为吴风在江湖中的势力极大，谁都不敢惹。再一个，吴风还透过一个叫什么半月苍蝇的毒药控制了一些江湖中的人。反正这种毒药就像《鹿鼎记》里黄安通用的爆胎一金丸差不多，就是定期你得服解药，不然你就活不了。说实话，我都不用看太多剧情，就到这儿，这剧情 bug 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你说既然吴风这边知道宫门选妻的时候可以渗透，也知道自己在江湖中的地位没人敢惹，而且自己手中呢还有控制别人的毒药，那你说你为啥不把所有门派大户的适龄女子都送到吴风总部去培养间谍呢？说白了，你后面都不用和宫门起什么正面冲突了，你直接和亲都能把他给和黄的。咋的，宫门这些手下什么这宫那宫的风花雪月的，咋的都不结婚生子啊？如果要这样的话，那还哪儿来的岳氏后人呢？咋的，除了接班人以外的宫门人都得和海里的藤壶似的，一个个都是雌雄同体，同性繁殖呗？说白了，编剧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下套吗？如果说宫门里的人只要结婚就必须要到外面找体质好的妹子延续香火，真的，如果要这样的话，那都不用等20多年了，几年吴风就得把宫门渗透成自己的了。这玩意儿我就不信宫门里这么老些族人一个个全都打光棍子就不结婚，就非要等着少掌门成家立业之后再结婚。要这么说的话，那和你当亲戚那真得憋屈死。而且这都不是最扯淡的，这不吴风呢把女主和其他2位妹子安插进了海选队伍吗？结果到了迎亲的日子，吴风这边也不知道是抽了哪门子的风，就非要把自己安插间谍的事儿透露给宫门这边。
片，给出的原因真的，你就算混10年脑血栓都编不出这么降智的剧情。说什么呢？只要吴峰把间谍的消息透露给宫门，宫门这边只要查出新娘里有一个间谍，其他间谍就安全了，押宝不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真的，你就说这剧情，你想不想笑啊？就这剧情，咱别说10年脑血栓了，你就算给他100年，他也编不出来呀。这样，我给大伙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大伙就能明白我说的是啥意思了。这就好比什么呢？你在网上买了8个快递，结果运到半道的时候呢，网购平台突然通知你这快递里面有定时炸弹，也不告诉你是哪个快递有炸弹，到底有几个。那么请问，如果是你的话，此时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这不正常的人咱不能算啊。我想但凡是个智力没有缺陷的人，那一定是把快递退货退款吧。你总不能说把快递都先收了，然后挨个拆开看看到底哪个有炸弹吗？那万一你拆开爆了怎么算呢？所以就光凭这一点，后面女主进入宫门的所有逻辑就已经不成立了。像剧里宫门这边还设套，知道男主心善会去救，借着救的机会引出间谍。真的，你这招小学生看了都得笑。说白了，就像我举的例子似的，虽然新娘子不是快递，也不能退货退款，但你能退婚吗？而且剧中也说了，宫门本来就瞧不起其他门派，然后也不想把新娘子全杀了，那你为啥不退婚呢？这玩意儿换一批新娘子不就都解决了吗？当然，有的朋友会说，换一批也会混进来间谍。那真的，如果说吴峰的势力已经遍布整个武林了，那你们宫门里的男的干脆就都打光棍得了。这玩意儿，除非你不结婚，不然你想防也防不住。再说了，你有无量流火这杀气你还不用，非要让吴峰称霸武林，这玩意儿狡兔死走狗烹，最后武林上的对手都收拾完了，不收拾你收拾谁呀？然后你们宫门自己本地还不通婚，非要上外面找女人，那你说你这门派怎么可能挺这么多年呢？而且最主要的是吴峰这边还抽风，非要透露说这新娘里面有间谍，那你说宫门这边不退婚还搁这等啥呢？等菜呢？再说了，就算是新娘的娘家听了你们说这新娘里面有间谍，他们也不可能说你退婚不对吧？当然我也知道编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降智操作，其实原因很简单，不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女主吗？不然你想想，退婚了女主不就领盒饭了吗？后面他也没法拍呀。当然降智的操作还远远不仅于此，你要看吴峰这边是怎么把新娘里有间谍的事儿透露给宫门的，那你更得哭笑不得。这不说吴峰这边呢，派手下去人家宫门旗下的一个药铺，把人家铺子给抢了，然后在打斗的过程中故意给药铺老板留下一个活口，让这老板听到他们说新娘里有间谍，好放他回去报信儿。你就说这剧情搞不搞笑啊？按照那匹快马的速度来说，应该刚好够他抵达九山上路，所以他只能来得及留下他那自己深信不疑的信息。新娘里有一个无风的刺。别介了，我看导演你直接把剧本给吴峰得了。好家伙，你说间谍安全就安全，你说这老板啥时候咽气儿就咽气儿，咋的？你是诸葛亮啊？再说了，人家诸葛村夫借东风还得等一会儿呢。你这玩意儿药铺老板不仅按照你的时间爬到马上回去报信儿，还不能毒发身亡，而且必须还要当街遇到男主，告诉他新娘里面有间谍，要不然晚1秒就咽气儿了。真的，要我说，你这时间掐的比电饭锅都准呢，咋的？精准吃药呗？而且这都不是精准吃药的事儿了。你想想，当街遇到男主都能让人给预判到，你们吴峰真的干脆也别要什么无量流火图了，这什么都能预判到，还怕什么无量流火呀？真的，你派女主他们当间谍都多此一举。而且最主要的是，宫门这边也蠢到爆炸，可以说每一步都是按照吴峰的口头剧本往下演的。真的，你要说这不是吴峰编的剧本，打死我都不带信的。你看啊，吴峰这边说一个间谍暴露，另一个间谍就安全。宫门这边呢，一开始还真就以为只有郑南一一个间谍，男主也是处处都无条件的相信女主一个外人。当然后面也怀疑女主身份了，派人去了女主和女二的老家，问了问左邻右舍，看看女主和女二是不是冒充的，结果啥都没查出来。真的，你就看着宫门的业务能力，随便问问左邻右舍就调查完了。我说你这宫门的人蠢的也有点太离谱了吧？咱都不用说让宫门的人预判到女主是双胞胎，但最起码也应该怀疑一下女主的娘家会不会已经叛变到吴峰了吧？你说你选的这些新娘子，你怎么就能保证他们娘家人不是和吴峰穿一条裤子的呢？这也是我为什么说退婚是最快辨别新娘子的方法，因为你退婚之后就不需要费尽周折去新娘子的老家调查了。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最省时省力、最不费脑子的。真的，如果说宫门这边的人连这点意识和智商都没有的话，那吴峰这边透露间谍消息的这种行为呢，更是脑残。你想想，你透露给宫门这帮人，他们都不知道退婚，或者直接在筛选的时候把所有新娘淘汰，那你告诉他们说新娘里面有间谍，完全就是多此一举啊！你说你不透露的话，
话，没准安插的这些间谍都进去了呢。结果你一说，反倒让宫门的人警觉了，你说你这不是有病吗？而且从宫门这边人的智商来看，你即便不说间谍的事儿，他们也查不出来。不信你就看他们这边的人啊，一个是心有反骨的少主，也就是男主的大哥，还有一个是处处相信女主、处处恋爱脑的继任掌门，也就是男主。紧接着还有一个爹妈都没了，还嬉皮笑脸、到处犯花痴的大姐。而且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武功连吴峰手底下的小卡拉密都打不过的长老。哎，大伙你就说，就他们宫里的这点人才，怎么和人家吴峰抗衡？当然，你要说主角光环吧，那我不和你犟，事实也的确如此。远的不用说，你就从后面的试炼就能看出来。不过这事儿吧，咱们这期是说不完了，这样咱们留到下期再说。行了，我是老车，咱们下期再见。